谷歌发了一篇论文，三星和 SK 海力士2天蒸发了几百亿美元市值，不是因为谷歌造了一颗更好的芯片，不是因为谷歌发布了什么新产品，就是一篇论文，一个叫 Turbo Quant 的算法，声称可以把大模型运行时占用的关键内存压缩6倍，精度几乎零损失。消息出来的那个早上 ，SK 海力士跌了超过 6%， 三星电子跌了将近 5%， 韩国综合指数盘中一度跌了 3%， 美股那边美光跌了 3%， 西部数据跌了将近 5%。 如果你那天持有任何一只存储芯片的股票，你打开账户的那一刻，心里大概只有一个念头， AI 不需要那么多内存了，完了。但你如果当天跟着恐慌卖了，你大概率犯了一个错。如果你看到反弹又觉得虚惊一场，准备加仓，你可能正在犯另一个错，因为这篇论文真正在说的事情和市场当天的反应指向的根本不是同一个方向。今天这期结束之后，你会明白一件事，谷歌同一周做的2个动作合在一起看，目标不是杀死存储芯片的需求，而是重新定义谁控制 AI 的入口，这个判断的重要性远超芯片短线的涨跌。我先给你一个初步方向，如果你持有存储芯片，短线恐慌大概率是错的，但中线的逻辑比你想的复杂得多。你先记住这个判断，我接下来一步一步带你验证。先说 Turbo Quant 到底在做什么。你每次用 ChatGPT 或者任何大模型聊天的时候，模型需要记住你之前说过的所有话，你说的第1句、第10句、第100句，它全都要存着，这样才能连贯的回你。这个记忆在技术上叫 KV 缓存。问题是你的对话越长，这个缓存就越大。大到什么程度？一个80亿参数的模型，如果同时给500个用户提供服务，每个用户的上下文有32000个 token， 光是 KV 缓存就要吃掉超过500 GB 的显存，这已经远远超过模型本身的大小。你可以这样理解，模型本身是一本书， KV 缓存是你读书时做的笔记，书不大，但笔记越写越厚，最后笔记比书还沉，桌子都放不下了。 Turbo Quant 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笔记从精细手写压缩成一种极简数据，从16位精度压到3位，空间直接缩小6倍。你可能会问，压缩这么狠，质量不会下降吗？谷歌在5个标准长文本测试上做了验证，包括一个叫大海捞针的测试，就是在一大段文字中找到一个藏起来的细节。 Turbo Quant 拿了满分，和不压缩的表现完全一样。你从外面看根本分不出哪个是压缩过的，哪个是原版的。这篇论文的作者不是什么野鸡团队，你不要以为只是学术圈自嗨。第一作者 Amir Zandia 是谷歌研究院的研究科学家，通讯作者 Vahab Mirakni 是谷歌的副总裁兼 Fellow， 合作者来自 Google DeepMind、 韩国科学技术院和纽约大学。论文发在 ICLR 2026，这是机器学习领域最顶级的会议之一。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 PPT 概念，这是一个经过同行评审、有完整实验验证的成果。你如果做投资，区分论文级别的突破和推特上的吹牛，这个能力非常关键。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你如果只看标题就得出结论，你大概率会判断错。这里有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市场当天砸盘的逻辑链是，压缩6倍等于 AI 需要的内存少6倍，等于 HBM 订单要缩水。如果你当时看到新闻标题，你的第一反应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这个逻辑链在第一步就断了。Turbo Quant 压缩的是推理阶段的临时工作记忆，不是训练阶段的内存需求。这2个东西听起来差不多，但在实际的硬件成本里完全是2笔账。你要知道，训练一个大模型吞掉的显存量 ，Turbo Quant 一个字节都没碰。而你持有的那些存储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也好，三星也好，他们的天价 HBM 订单绑的是英伟达的训练卡，不是推理卡。所以华尔街几个分析师当天就出来纠偏。富国银行的分析师说 Turbo Quant 攻击的是内存成本曲线，但整体需求画面依然很强。韩国有半导体分析师直接说这是解读错误，把内存容量和内存带宽搞混了。但等一下，如果你听到这里就松了口气，觉得存储芯片没事了，可以安心拿着，你需要再往下想一层，推理才是现在所有 AI 公司最烧钱的环节。你想想，训练是一次性投入，但让模型每天服务几百万用户，这才是持续性的巨额开支。如果 Turbo Quant 被大规模部署到生产环境里，同样一张 GPU 卡就能同时服务6倍的用户。你现在站在微软 Azure 或者亚马逊 AWS 的角度想一想，你的推理效率突然提升了这么多，你下一次去找 SK 海力士谈 HBM 的采购合同，你的议价筹码是不是瞬间多了一大截？这才是中线真正的风险，不是需求消失，是定价权悄悄转移了。存储芯片公司赚的是高毛利的钱，而高毛利能维持多久，取决于下游客户有没有替代选项。Turbo Quant 给了下游客户一个选项，你可以不用它来减少采购量，但你一定会拿它来压价格。对于已经被按高增长、高毛利定价的存储芯片股来说，毛利率哪怕只下滑几个百分点，估值修正的幅度可能远超你的预期。散户通常在哪里犯错，就是在这个节点。
你看到分析师说短线恐慌是错的，就觉得可以放心持有了，但分析师说的是短线你拿的可能是中线的仓位，你的持仓期限和分析师的结论对不上，这个错位本身就是风险。坦白说，散户亏钱最多的情况不是看错方向，而是看对了方向但拿错了节奏。你判断 AI 芯片长期有需求，这个判断可能完全正确，但如果你在预期已经打满的价位上买入，然后中间出了一个 Turbo Quant 这样的变量，让增速预期被下修，你可能要扛几个季度的浮亏才能回本。你问问自己，你扛得住吗？好，现在我要告诉你同一周发生的第二件事，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谷歌这一周的真实意图你才能看完整。4月2号，谷歌 DeepMind 发布了 Gemma 4个尺寸的开源模型，全部使用 Apache 2.0 许可证，完全免费，可以商用，可以修改，没有任何用户数量上限。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看到开源免费这4个字，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谷歌真大方，或者觉得免费的肯定不如收费的好。这两种反应都不对。你回忆一下 Android 的历史， Android 也是免费开源的，结果是全球手机厂商都用了 Android。 谷歌通过搜索和广告赚到的钱比任何操作系统授权费都多得多。 Gemma 4走的是一模一样的路，模型免费，但你拿它做微调、做部署、做推理服务，最顺手的工具链全在谷歌云上。 Meta 的 Llama 4已经开源了，阿里的通义千问也在抢开发者，谷歌如果不跟进，开发者的薪资份额就会被别人拿走。这不是慷慨，这是平台圈地战。但这场圈地战里，对你最有投资意义的信息，不是排行榜上那个31B 的旗舰模型在跑分里排到了第几名，而是2个最小的型号 12B 和 14B。 你可能从来没听过这2个名字，但它们代表的方向可能比大模型的军备竞赛更值得你关注。 Gemma 4的 12B 有效参数只有23亿，你可能觉得这个数字很小，跟那些动不动几千亿参数的模型比起来不值一提。但通过一种叫逐层嵌入的特殊架构设计，它用51亿的参数总量撑起了远超同体量模型的能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同样一笔预算，谷歌找到了一种方法，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小预算做出了大预算的效果。配合谷歌的 LiteRT 推理框架和思维量化 ERB， 在部分设备上只需要不到 1.5GB 的运行内存。 1.5GB 意味着什么？你的 iPhone 15 Pro 有8GB 内存，你那台可能已经在抽屉里吃灰的 iPhone 12标准版有4GB，一台几百块钱的树莓派都能跑起来。生成式 AI 第一次有可能真正脱离云端，完全在你口袋里的设备上运行，不需要网络，不需要订阅，不需要把你的隐私数据发给任何人。你想想这对商业格局意味着什么？现在你用 AI， 每一次提问都要走云端，每一次都要付费或者消耗订阅额度。但如果足够好的模型可以直接在你手机上跑，那这笔钱谁赚？对于医疗、法律、金融这些对数据隐私极度敏感的行业来说，本地 AI 不是锦上添花，是刚需。你的病历不需要上传到任何人的服务器，你的财务数据不需要经过任何第三方的节点， AI 就能帮你分析。这个市场有多大，你自己想。但你要注意一个很多人已经搞混了的事情，不少自媒体和财经博主把 Turbo Quant 和手机跑 AI 混在一起讲，说 Turbo Quant 让旧 iPhone 能跑 AI， 这是错的，而且不是小错，是把2个完全不同层面的技术搞混了。让手机能跑 AI 的是 Gemma 4本身的小模型架构设计，加上标准权重量化。Turbo Quant 压缩的是运行时的临时记忆，和模型能不能塞进手机是两码事。你如果看到谁把这2个混为一谈，对那个信息源的专业度要打个问号。现在把2件事放在一起看，谷歌这一周的组合拳就清楚了。一手 Turbo Quant 把云端推理成本大幅打下来，同样的硬件服务6倍用户；另一手 Gemma 4开源，让 AI 直接跑在你的手机上，连云都不需要。如果你是 OpenAI 或者 Anthropic， 你靠卖 API 按 token 收费。谷歌这2招一起出，云端更便宜，端侧完全免费，你的定价空间被2边同时挤压。你再想深一层，Gemma 系列此前的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4亿次，社区已经衍生出超过10万个微调版本。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已经有大量开发者把自己的产品和工作流建立在 Gemma 的生态上了。Gemma 4一出来，这些人自然会升级。谷歌的护城河又深了一圈。你如果做过软件开发，你知道生态锁定一旦形成，迁移成本有多高？这和你换手机从 iPhone 转 Android 是一样的道理。你现在理解了为什么我说谷歌这一周瞄准的不是存储芯片，而是 AI 的入口。有一个历史案例你可以对照着看。2018年年底，英伟达的数据中心 GPU 业务正处于高速增长期，华尔街的分析师几乎全在上调目标价。当时的故事和今天的存储芯片几乎一模一样。 AI 需要算力，算力需要 GPU， 英伟达供不应求，增长没有天花板。如果你当时在关注这个赛道，你听到的每一条消息都在告诉你同一件事买，然后加密货币挖矿需求突然崩盘了，你注意，数据中心本身的需求还在涨，没有人在质疑 AI 的方向。但问题是，市场已经把挖矿需求和 AI 需求一起算进了增长预期。
当其中一条腿断了，总帧数就达不到股价已经定价进去的那个数字。结果英伟达的股价从2018年10月的高点到12月的低点，跌了超过 50%。你如果在高位买入了，即使你的基本面判断完全正确 ，AI 确实在爆发，但因为你买在了预期过满的价位上，你等了将近1年才解套。那段时间的每一天，你都在经历一种最折磨人的状态。你知道自己没看错方向，但账户在亏钱。你现在看看存储芯片的处境，市场已经按照 AI 需要无限内存、帧数永远向上的故事来定价了。TurboQuant 这种效率突破不一定会减少总需求，但它给了市场一个理由去质疑帧数的斜率。对于已经被定价成高速增长的股票来说，帧数从极快变成快，就足以引发一轮估值修正。这就是预期差的杀伤力。你赚钱不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赚的比别人预期的多还是少。如果你在高预期的价位上拿着仓位，即使公司实际表现不错，只要不如预期好，你的持仓就在亏钱。所以我最终的判断分4种情况对你说：你如果已经持有存储芯片，短线不要因为一篇论文恐慌卖出，训练端需求没有变化，效率提升在历史上往往带来更多部署，而不是更少硬件。但从现在开始，你每个季度要盯紧云计算大厂的财报。你要听的关键词是推理效率提升和单位算力成本下降。如果微软或者亚马逊连续2个季度在财报里强调推理效率改善，你就要开始分批减仓了。因为那意味着存储芯片的增速预期要被下修。你如果一直想买，但还没有仓位，现在不是好的进场时机。不是因为这些公司质地不好，而是不确定性刚刚被放大了。等存储芯片公司自己的下一季度财报用数据证明需求增速依然强劲，那时候再买，你会贵几个百分点进场，但你买到的是确定性，而不是赌一个你无法验证的判断。你如果做短线，算法论文引发的芯片抛售，过去几年几乎每一次都是假摔。散户恐慌卖出的那天，往往正好是机构在低位接筹码的时间窗口。恐慌当天或第2天赶接的人，短线回报通常可观，但你必须设好止盈位，反弹到前高附近就走。中线的不确定性还在那里，不要把短线的运气当成中线的判断。你如果是系统性关注 AI 赛道的投资者，你该重新审视的不是存储芯片本身，而是谷歌这类平台型公司。他们一边用 TurboQuant 打下硬件成本，一边用开源模型锁住开发者生态，最终吃到的是 AI 应用层的利润。英伟达和存储芯片赚的是卖铲子的钱，但谷歌要的是拥有整座矿山。你要紧盯3个先行指标，这是你未来几个季度做决策的依据。第一， TurboQuant 在 VLLM 和 Llama.cpp 这2个主流推理框架里的正式集成进度。谷歌目前还没有发布官方开源代码，社区预计今年第2季度会有实质进展。你可以关注 Llama.cpp 的 GitHub 讨论区，那里已经有开发者在做集成工作了。一旦正式集成完成，你会很快在云服务商的财报里看到推理效率改善被提及，那就是你需要重新评估持仓的时间点。第二，微软和亚马逊下一个季度财报中关于资本开支和推理成本的具体措辞，如果你听到单位推理成本显著下降这类表述，要立刻警觉。第三，Gemma 4在开发者社区的采纳速度。Gemma 系列此前累计下载量已经超过4亿次，如果 Gemma 4在半年内让这个数字翻倍，说明谷歌的开源生态锁定效应已经成型，对 API 收费模式的冲击将进入加速期。留给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你对它的回答会直接影响你接下来怎么配置仓位。每一次技术让某样东西变便宜的时候，都会出现2拨人。第一波人恐慌，觉得需求要消失；第二波人兴奋，觉得更低的门槛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从蒸汽机到互联网到移动支付，几乎每一次都是第2波人赢了。但这次也一样，这个判断本身可能恰恰是你最危险的偏见。你觉得这一轮 AI 的效率革命最终是会把蛋糕做大，还是把利润压薄？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